就在上个月，乌班图正式发布了24系列里面最好用的一个版本啊，并且呢，它声称长期支持啊。它这个版本呢，可以说是 Linux 里面啊这个图形化操作界面里面最好用的一个系统啊。不管是新手拿来学习，还是拿来当服务器，都是非常 OK 的。正好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安卓模拟器怎么获取超级权限啊，但是我发现获取超级权限呢，要用到一个 Linux 环境。因为安卓的内核就是基于这个 Linux 的嘛，所以呢，本期我教你们安装一个最好用的 Linux 系统啊。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，你看完本期视频呢，你都会有收获的。不管是谁啊，刚接触 Linux 的时候，他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，不是下载失败呢，就是各种报错啊。所以呢，本期视频啊，这里面列出的问题你绝对会遇到的啊。你看完本期视频呢，你就不用担心你不会 Linux 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安装 Linux 吧。这个文章呢，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啊，大家打开就可以了。为了照顾新来的小伙伴呢，我就从安装开始讲起啊。刚刚接触这个系统的小伙伴，想必都会有这种疑惑，就是乌班图又是什么 ，Linux 又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？简单的来讲 ，Linux 就像那个汽车的发动机是吧？你那种汽车是有很多品牌啊，有宝马，有奔驰，是不是？但是它们的内核都是发动机，都离不开发动机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乌班图也是一样的，还有其他品牌也是一样的。它们的内核都是基于 Linux 内核啊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安装这个系统啊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Windows 环境的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要用到虚拟机。如果说你作为主力系统的话，或者说服务器的话，也是一个原理的啊，都是要下载一个镜像啊。我们先安装虚拟机，我们打开这个地址啊。这个地址呢是虚拟机的官网啊，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下载啊。这里我就用官网下载了，就点一下 download 嘛。因为用官网的话可以下载到最新版本啊，你要登录才能下载啊，不登录的话下载不了。登录进来你就点到下载中心嘛，这里下载嘛，这里会提示你免费的，你就点一下它。点进来之后呢，它就会列出那些产品啊，那些产品滑到下面啊，这里有一个 Pro 版啊，点一下它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 Windows 版本啊，你就选择最新版本就好了啊，你就选择到这个最新版本。然后这里呢，你会发现你点不了这个云朵，因为这里要勾一下，你也勾不了啊，看勾不了，因为要阅读就给它点一下它。点了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擦掉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勾了啊。打勾之后呢，这个小云朵下载按钮就可以点击就可以下载，然后点 Yes 啊，点一下。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下载的话，它会像这样会跳出一个填写信息的页面，这个东西你可以乱写啊，随便写啊，这些信息乱填都可以啊，乱打都可以啊。这里我就乱打了，然后你就提交上去就可以了啊。提交完成之后呢，就可以回去再点一下这个小云朵就可以下载了。等它下载好啊，下载好之后你就安装嘛，是吧？安装，然后就下一步的就这样安装啊。我接受，然后就下一步。这里你可以改一下位置啊，如果说你不缺内存的话，你可以不改啊。这里我改成低盘了。然后下一步啊，它会提示你就确认就行了。这里两个勾我一般都会去掉，给它去掉。然后下一步啊，这里你也可以勾也可以不勾啊。下一步安装，这个时候呢就安装好了，完成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开它了，双击。打开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没有虚拟机啊。因为我们还要创建一个虚拟机是吧？我们创建虚拟机需要用到镜像啊，就是那个 Linux 的镜像嘛。这里呢有一个全球的一个下载站点啊，这个站点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一个加速镜像啊，就是它这个系统不是有几个 G 嘛，几个 G 的话你可能要下载好久，你通过这个地址来下载的话呢，你就很快就能下载完了。你就选一个离你最近的地区嘛，比如说中国是吧？我们找到中国地区的站点啊，比如说这个某个大学的，我随便选一个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个镜像位置信息啊，我们就随便选一个链接点进去啊，我就选这个吧。点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版本啊，我们要选择到那个 24.4.3 的这个版本啊，点一下它。这里呢就会有很多信息啊，有很多文件啊，我们就选择这个啊，桌面版的这个啊，点一下它。下载速度理论上是很快的，是吧？这里呢我就下载好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镜像导入到这个虚拟机里面是吧？就是用它来创建一个虚拟机嘛。
点一下创建虚拟机啊，然后这里点到自定义啊，然后下一步，然后这里就默认就行了啊，就下一步。这里呢我们稍后安装啊，点一下，然后就下一步。这里呢我们要选到这个 Linux 啊，点一下它。乌班图啊，这里版本就选到乌班图就可以了，就选到乌班图就可以了，不用管什么64啊，你就选到这个乌班图啊，不用纠结会不会是64啊，你就下一步就行了。这里的虚拟机名称呢，你可以改一下啊，位置也可以改一下，这里我就改成 D 盘吧，你就放到这里啊。然后名称啊，我为了方便管理，我这里就输入24吧。然后就复制一下下来吧，下面一样吧 ，OK 了，然后就下一步。这里呢，你就根据你电脑的实际情况来选就可以了嘛。然后就是下一步了。内存的话也是一样的，根据你电脑的那个配置来选一下，写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就这里写5个 G 吧，就下一步啊。然后就一直默认，就下一步就可以了，这些都默认啊，就下一步，都是下一步啊。都是下一步啊。这里呢，这个大小啊，我一般改一下，改成40G 啊，你可以改大一点啊。然后就下一步啊，这里就下一步就行了，就完成了，基本没什么难度啊。等它完成，然后这里我们要编辑一下这个虚拟机啊，就是编辑虚拟机设置啊。我们选到这个 CD 这里啊，因为我们要给它那个光盘嘛，我们要使用这个映像文件啊，点一下它，然后就选择到我们刚刚下载的那个镜像嘛，然后就确定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开启此虚拟机了，就直接开机了啊。这里啊，它会提示你就勾选不再提示啊，就确定。然后就回车就行了，它这里提示你是否安装是吧？你就安装这个系统，等待一下啊，等待一下，它就会跳出一个让你选择这个语言的界面。我们就在这个界面往下拉，拉到最底部啊，你就会看到一个中文了，是吧？中文简体啊，然后就下一步。这里呢，这些啊，你可以不用管它，都一样的，都是下一步就可以了。下一步啊，这里是默认的，就下一步就行了，就下一步。这里也是默认安装啊，就下一步啊，就继续下一步。它提示你是否安装什么应用，你就按照默认就行。如果说你有其他需求的话，你就选一下嘛。比如说这些什么 WiFi 硬件啊，什么其他之类的啊，你也可以勾，也可以不勾啊。勾的话，可能就会要一点内存，我这里就不勾啊，我就下一步就可以了。这里分区默认就可以了，就下一步。然后你就输入你的账户名了，这个账户名不是 root 啊 ，root 的话要通过命令来设置啊。这个是你的一个普通账户啊。这个密码呢可以输简单一点，你要记住啊。然后就下一步。然后继续下一步啊，就可以安装了，它就开始安装这个系统了。安装好之后，它会有这么一个错误提示，你就取消就可以了，不用管它，就取消掉，然后就关闭就可以了。其实它已经安装成功了，不用管这里的报错，这里的报错没有什么影响啊。这里还需要等待一会儿，它还没跳出那个文件啊，我们再等一下。你看在右下角跳出那个文件就代表安装成功了。接下来我们去浏览器啊，打开这个火狐浏览器，我们看一下啊有没有网络。我们就打开百度来试一下吧。它这里内置有一个百度啊，点一下它，能打开百度，证明呢这个网络是没问题的啊。因为系统刚刚安装，最好先把它关机了，关机再重新打开，这样呢比较稳定啊。我们再去给它重新打开啊。重启之后呢，它就会跳出一个欢迎页面了，就在右上角点击一下前进，就继续就可以了啊，一直点就没了。这样呢，就新手引导就结束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来解决一下我们这个系统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啊，
也就是新手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。我们先回到文章啊，接下来就是这个 Linux 默认密码的问题了啊，就是那个 root 账户嘛。我们来先复现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啊。比如说我打开一个终端啊，然后我尝试切换那个超级用户啊 SU 啊，回测一下他让我输入密码是吧？我看我输入我那个账户的密码对不对啊？我们会发现呢，它认证失败是吧？因为我们在刚安装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设置这个root 账户啊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sudo 命令来设置啊，输入 sudo， 然后就输入 password 的一个简写嘛，然后就回车啊，这个密码就是你当前账户的密码，我输入1234566，这里的新密码是指 root 账户的新密码啊。我们就输入就行了，它提示没事的，其实是已经生效了，因为我输入1234566了嘛。我们切换一下root账户试一下啊，1234566，你看它是不是就进去了，是吧？root账户呢是可以进去的，虽然说它提示说不能少于8个字符，但是我输入1234566，它依然是可以切换成root账户的啊。所以说它这个密码校验并不是很严格啊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，就是关于这个root账户的问题的。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翻墙了，无法科学上网等问题啊，关于网络的啊。我们先打开那个这个火狐浏览器啊，我们访问一下谷歌啊，我用这个谷歌的搜索引擎来搜索一下，看能不能访问谷歌啊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谷歌是根本进不去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打开我们的科学上网工具啊，任何一款工具都可以啊，只要它是支持这个设置里面有一个允许局网的连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东西啊，每一个代理软件都有的，你把它打开了就可以了，把它打开啊。打开之后呢，你就会有一个端口号的，比如说我这里是10808是吧？你只要记住它啊。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我们的本机的那个 IPv4 地址啊。我这个 IPv4 地址是呢 192.168.132，要记住啊，因为我们要用到的。然后回到我们的虚拟机，我们点击一下右上角啊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有线设置，我们给它点开啊，有线设置点一下，点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代理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开启代理啊，然后这里改为手动啊。这里的地址呢URL 就是那个192.168，你自己的那个 IPv4 地址嘛，我这个是132的啊。这个端口号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代理软件里面的那个嘛，10808是吧？你的那个软件是多少你就输入多少啊。因为我这个是10808是吧？下面的那个 HTTPS 代理也是一样的，给它复制下来啊。端口号也是一样的，给它复制下来。但是下面还有一个 FTP， 这个不用写啊 ，FTP 不要写啊，我们就写到这个下面的这个主机的这个也要写啊。我们给它复制下来，然后呢这样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就保存就可以了。保存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浏览器测试一下啊，那个谷歌看能不能访问啊。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谷歌就能正常访问了啊，也就是说这一台 Linux 已经具备上外网的能力了。这是第三个问题的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问题，那就是在执行这个更新命令的时候会报各种错误啊。我们来复现一下，打开这个终端。输入更新命令，然后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。我输入一下密码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它最后会报一个错误。这个错误呢，理论上是不影响使用的，但是它会影响你下载的速度啊。就是你以后安装软件啊，或者说你要更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它会影响你下载的速度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先打开这个火狐浏览器啊。打开火狐浏览器之后呢，搜索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开源经商站呢。然后打开的这个开发者社区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到这个系统这里啊。如果说没有乌班图的话，你要点到系统这里啊。点进来之后呢，你就看到乌班图了，点进去啊。这里面呢就有它的一些镜像源了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切换成阿里源的话，它会下载快一点啊，因为它是中国的嘛。这里有一个下载地址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回到这个文章啊，这个文章这里说了要改这两个文件是吧？主要是改一下它的域名我们先改第一个文件了。第一个文件在哪呢？我们打开这个文件管理啊，然后点击一下其他位置啊，打开乌班图的这个硬盘呢，然后我们再找到
etc 啊这里面啊，然后再打到 apt 这里面，就是这个文件啊，我们改一下它。打开方式用这个文本编辑器打开啊。我们要换这一串内容啊，这一串内容要换成它这里手动更改的这里，它这里不是说明白了是吧？要替换为这个地址啊，我们要换成这个地址啊，复制一下，然后就把这一串给它替换了啊，就给它放上去，然后 Ctrl+S 保存一下，输入密码就可以保存了。OK 了，保存完成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改第二个文件啊，第二个文件就是在这里面啊，然后我们就编辑它，打开方式一样的是用这个文本编辑器啊，输入密码就能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呢，一样的把这里面的一个地址啊改成啊，它上面说的，我们往下拉，下面这个地址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它这里有一个24版本的是吧？你看它这里面用的这个地址是不是都是这个啊？我们就给它复制过来啊，复制。然后呢，回到这里面，因为我这里之前替换过嘛，就把这个链接啊给它换上去啊。下面还有一个链接啊，就是把这两个链接给它换成阿里云的就可以了。OK 了，然后 Ctrl+S 保存，这样呢我们就画好了。画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去测试一下，看它能不能更新啊。但是呢，大概率还是会报那个错误啊，这是一个 bug 啊。但是理论上呢，它这个速度呢变得很快了，是吧？但是它还是有这个错误，不影响啊。只要它能更新成功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看看第5个问题吧。第5个问题就是共享相关的，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共享的。就是共享文件嘛，与这个 Windows 相互之间复制文件啊。我们先看一下它原本这种可视化的操作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共享文件夹是吧？就算你开启了啊，它的问题就是你开启了也没用，它不会在这里面显示有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用这个 Windows 自带的用共享啊，比如说共享这个下载是吧？我们要共享，点一下属性啊。我们点击这个共享啊，给它共享出来，你就选择到你的账户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共享啊，这样呢就共享完成了。那我们怎么用呢？回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啊，点开这个文件啊，点到这个其他位置啊，这有一个服务器地址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微软呢是用这个 SMB 协议的这个共享啊，我们输入这个 SMB 啊，然后冒号双斜杠啊，就输入你的 IP 地址就可以了。就是你那个Windows 的 IP 地址嘛 ，IPv4 嘛，刚刚那个嘛，然后就连接。这里呢，你就输入你这个 Windows 账户的密码，就是你这一台电脑的那个密码，不是这个Linux 的，是你电脑的密码。这样呢，你就连上来了，就连接到这个你共享的这个目录了。我们给它添加一下标签啊，添加之后，在这个左边就会显示了，就会一直显示了。这样呢就很方便了。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夹试一下。创建好之后呢，我们回到文件夹这边看一下，它是不是也有啊？是吧？它是共享的，那我们在这边创建一个文本文件看一下。我们再回到虚拟机看一下，刷新啊，刷新一下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这个文件也过来，就是说它们是共用这个文件夹，就是共享文件夹嘛，是可以相互读取的啊。这样的这么一个共享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解决一下第6个问题啊。第6个问题就是相互复制粘贴嘛。比如说我们有命令要复制进去又复制不了是吧？我们要从里面复制出来也不可以，所以我们要解决一下。我们先打开这个终端啊，输入 SEO 先切换到那个 root 账户啊。然后我们现在不是要执行这么多命令是吧？总不能一个一个敲吧，又不能复制进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共享啊，共享这个文件是不是？刚刚是不是共享这个文本过去了？我们直接粘贴到文本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虚拟机里面，是不是就可以读到这个文件了？这种方式呢，只是方便我们把这个问题修复一下。我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命令全都给它一键粘贴过来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们这里依次执行啊，反正就把这里面的命令都执行一遍，不管它提示什么，你都要执行啊。执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那个复制粘贴的这个功能就可以修复了。我们就可以随便复制粘贴，到时候至于这个共享目录，你想用就用，不用就不用啊，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复制粘贴了嘛。我们还差1、2条没执行完，继续执行啊。反正就是把它执行完，依次执行完啊。它提示什么你就输入 yeah 或者 yes 就行了啊。反正都是输入 Y 或者 Yes， 然后就重启了嘛。
这样呢就应该就修复好这个复制粘贴的问题了。我们等它重启完。比如说我现在要复制，随便复制一段话，比如说复制这一段话是吧？看能不能复制到 Linux 里面去啊，我复制一下，来到 Linux 啊，然后我随便打开一个窗口吧，这里复制了，然后先打开一个终端吧，然后就粘贴。我们可以发现呢是可以从我们的 Windows 这里直接粘贴到 Linux 的。那我们从 Linux 里面能不能粘贴到 Windows 呢？我们复制一下，我们再粘贴到文章里面看看。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互通了，这个剪贴板已经可以互通了，这样就很方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看第7个问题啊。第7个问题就是拖拽相关的问题，就是拖拽文件嘛。只要你按照上面的这个方法解决了就可以了，这个拖拽问题就已经解决了。我们去测试一下，比如说我要拖这个文件进 Linux， 我们会发现呢，它拖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新版本对这个桌面有限制啊。你不能随意的往桌面写文件啊，你可以拖到目录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，在这个目录是吧，只能往目录拖啊，不能往桌面拖啊。我们把这个文件再拖一遍，放到这个目录试一下，我们会发现呢是可以拖进来的啊。这样呢，第7个问题就解决了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8个问题啊，就是用第三方软件来连接这个 Linux 嘛。有些小伙伴不喜欢用这个虚拟机是吧？太难用了，我们可以借助第三方的，比如说这个开源的啊，这个也是免费的，它的星星数量也是非常多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这里有一个发行版啊，点进去啊，你就找到一个对应你版本的下载就行了。比如说我这里是，我就下载一个 X64 版啊，我就下载个 X64，下载完成之后就开始安装嘛。这里你就根据你的需求来选就行了。我比如说所有用户啊，下一步啊，安装在哪里啊，这些是吧？都挺简单的，给它安装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打开了。打开之后是长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先不管，我们先开启我们这个 Linux 的那个 SSH 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开嘛，不开的话是连不了的。我们先开一下啊，这些命令呢，我们都可以去依次执行一下，右键嘛。打开终端，然后就把那些命令都执行一下，比如说切到 root 账户下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执行这些命令了，复制，依次粘贴进来执行啊。然后第3条命令就是安装这个服务了，复制一下，粘贴进来，回车，就输入 Y。这样呢就很方便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解决了那个复制粘贴的问题嘛，我们这个命令呢都可以随意的复制粘贴进去啊，就不用你手动敲了啊。然后我们再继续执行，我们就是看一下它的状态啊，看它有没有启动成功啊。这一条命令呢就是查询一下它的状态，看它是不是绿色的啊，是吧？它这有一个绿点，那代表是不是已经启动了，是吧？已经成功启动了。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防火墙相关的啊，我们看一下这防火墙啊，就回车一下就行了啊。然后这个呢就是设置一个开机启动啊，开机启动，回车就 OK 了。最后一条命令呢就是查询一下这个 Linux 的一个 IP 地址嘛，因为我们要通过远程连接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知道它的 IP 啊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用刚刚那个工具进行连接了。我们回到工具这里啊，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图标啊，点一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管理配置啊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这里之前有一个我给它删了一下，点进来之后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点击新建啊，就一个新建一个配置，我们就选到 SSH 啊，这里啊连接，然后这里名称你就可以随便写啊，比如说写成 Linux 啊。这里主机就是刚刚那个 IP 地址嘛，刚刚我们输出那个 IP 嘛。用户名我们暂时用 root 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啊，我们就保存看能不能连接成功啊。因为我们 root 的话默认是不能连的啊，我们就接受啊，就输入你的 root 密码，回车。我们发现呢连不上啊，根本连不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那个文章里面也写有了啊。我们还没有开啊，是连接不上的啊。
但是我们自己的账户呢是可以连的，我们连一下我们自己的账户试一下，还是回到刚刚那个位置啊，就管理一下这个配置啊，管理配置，然后就编辑啊，点一下就可以编辑。然后这里的用户名我给它改一下，用户名给它改成我们刚刚创那个账户的时候那个 Linux 的那个账户名嘛，保存。然后我们就点一下这个播放按钮啊，我们再输入我们的密码。我们会发现呢，这个啊，我们自己的账户是可以连的，但是那个 root 账户并没有开放给我们连接啊。我们现在去配置一下，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然后就是要编辑这么一个文件了啊，我们得找到这个文件啊，回到虚拟机，打开文件管理啊，然后点击一下其他位置啊，木班图啊，然后一样的嘛 ，etc 啊，往下找就找到那个 SSH 这个嘛，是吧？就是这么一个文件夹，我们找一下，放在哪了呢？有挺多文件夹的啊，在这里啊，打开它，然后我们就选择到这个配置文件啊，右键用这个文本编辑器打开啊，这里要密码，你就输入一下密码，认证一下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就往下滑，往下滑到最底部啊。滑到最底部，然后就是把我们刚刚那个命令粘贴到这后面嘛，给它复制，粘贴一下。但是这里要注意了，这里有一条命令给它删掉，因为它重复了嘛，给它删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保存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这些都不用管它，你也可以把上面全部删掉，也可以不删也可以啊，就保存一下就关掉就可以了。然后要关掉，我们要重启一下这个服务啊，重启一下这个 SSH 啊，我们就复制一下，回车，输入一下密码就可以重启了。这样呢就重启成功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 root 账户能不能用啊？我们就把刚刚那个账户名给它改为 root ROT， 然后就保存，连接一下，输入密码试一下 ，OK 了是吧？是可以连接的这个 root 账户啊。还有一个功能是比较好用的，就是上面右上角这里有一个 SFTP， 看到没有？点一下它，这里呢就可以管理你 Linux 上面的所有文件啊。都列出来了啊，是非常的方便的。OK 了，本期教程到这就结束了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